贱人！堂堂侯府郡主，溺爱王妃，竟敢对本王下迷情药！不是死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他们！哎，你冷静点！你别冷静！像你这种貌丑无颜又蛇蝎心肠的毒妇，本王宁死都不碰一下。本王心中只有罗凡，他明日便入王府。本王劝你最好安分守己，即便是冒着抗旨之罪，本王也休了你。莫凡是谁？杨洛伊，洛凡是你的亲妹妹，本王已奉旨娶你，你为何还下此毒手？我没有，是他自己。闭嘴！你还狡辩！来人，张嘴！王爷真的没有，我没有害他。听见你的心跳萦绕耳边不见。姐姐，就算你得了圣旨赐婚，当了王妃又如何？我不过略施小计，就让王爷每日取你的血给我做药引。在他的眼里，你连王府的下人都不如。林落水装病的事，王爷早晚会查清，待他知我冤屈，定不会再这般待我。这话别说王爷了，姐姐你自己信吗？王爷说了，他看到你这张丑脸就恶心，连碰都不愿意碰你一下。过几日，王爷便要迎娶我做侧妃，到时候我会替姐姐好好伺候王爷。我爱他这么多年，他竟然要娶别的女人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留住他的心。来人，去请王爷来，就说我要贺他新婚之喜。九四扶伤碰上医闹，穿越还成了个令人践踏的弃妃。老天爷，你还敢不敢对我再狠点儿？王妃，你怎么还躺着？侧妃娘娘马上就要进门了，王爷命你速去前厅迎贺呢。纳妾要正妻迎贺，还让我在这里，是想给我个下马威？看来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啊！姐姐来的这般早，是真心替妹妹高兴吧？姐姐介意妹妹穿了姐姐的正妃朝服，这可是王爷坚持让我穿上的，还说啊，在他心里，我才是他的正妃。无妨，我只是在看，这绣工真是巧夺天工啊！我才是这个王府的女主人，这个位置你还配不上坐。撒手，我自己跪起。洛凡，王爷，洛凡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心拉你，姐姐为何打我？杨洛伊，洛凡估计你的体面，求本王让你来观礼，你就这么对他？看你就是死性不改。王爷，要打人也先把事情弄清楚吧。你还想怎么狡辩？洛凡妹妹，你刚才说我打你，我是用哪只手？怎么打的？
你刚才说我打你，我是用哪只手？怎么打的？我想拉你，你却推开我，用右手打了我一巴掌。那是像这样吗？模糊光阴距离，连时间都在王爷，他打我！妹妹真是受苦。王爷，你看，这才是被打的反应。刚才他都是装的。你个泼妇，竟敢打洛凡！侧妃既说我打他，我怎能不让他入狱？背黑锅这种事，犯过一次错，就不想再有第二次了。你宾客到，非礼勿撞，滚回后院去！滚就滚，我还不想陪你们演戏。小心！小心！来人，抓刺客！本王爷活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不劳王爷费心。你等等，王爷，你这是要去哪？我们还没拜堂呢。刺客还未抓到，唯恐再生变故，婚宴就到此为止。你先回房去。好来婚宴上跟我抢王爷，我必不会让你好过。堂堂王妃受了伤，连个伺候的人都没有。玄主在这府里混的也真够差。你进来干嘛？你个流氓，你别过来！你个流氓，你别过来！流氓，你昨晚爬床的时候可不是这样，又想跟本王玩鱼行。我念你护本王有功，这要赏你。谁稀罕这床？你说什么？多谢王爷赏赐。那个王爷可以请回了吗？妾身要上药了。你放肆！你竟敢打本王！我这打你怎么了？王爷昨天晚上才说宁死也不肯碰我，不过半日就跑来耍流氓，出尔反尔，算什么男人？本王是看你不便，好心要替你上药。你不知好歹的东西，果然不值得半点同情。是我误会他了？他能有这么好心？算了，他好不好心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心上人都尽付。这鬼地方不能久留。王妃，今日王爷要带您和侧妃入宫给太后请安，您快些吧，别让王爷久等。他不想等可以不等，我还是个伤员呢，催什么催？你怎么能怠慢王爷呢？我说错了吗？他要带杨洛凡去跟太后请安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这么急，你替我去啊？奴婢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此磨磨蹭蹭，你可有半点礼数？王爷，姐姐性子闲散，她不对的地方，妾身替她赔罪了。他的过错为何要你来承担？你就是太过善良。妾身只是想让王爷舒心。妹妹这么慧眼，当个侧妃真是屈才了。语言戏班更适合你了。杨洛伊，实话实说而已嘛，不想听就不说了。这女人真是越来越放肆。
皇祖母待人亲和，你知书达理，又这般清丽脱俗，他一定会喜欢。其实哪有王爷说的这么好？本王喜欢的女子，定是天下间最好。这爱闹的女人，今日怎么这么老实？本王倒要瞧瞧，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王爷，姐姐才是正妃，你还是牵她吧，不然被看到了不好。还是你懂事。过来，快点儿！男的暴力霸道，女的奸诈恶毒，不愧天生一对。你一会儿做好小心说。哎，是，你走不走？没想到他的手会这么暖。孙儿拜见皇祖。孙媳妇拜见皇宗。免礼，云倩啊，侯爷家2位千金，一个王妃，一个侧妃，你可千万不能厚此薄彼呀！孙儿谨记皇祖母教。杨洛伊，听闻你因云谦娶侧妃之事大闹王府，还掌掴侧妃，寻死觅活，你可知罪？怪不得非要带我入宫，原来是要告我黑状。洛伊知罪。先前是洛伊糊涂，对王爷情根深重，休想霸王爷占为己有，连自己的亲妹妹都不愿意分享。可看到王爷直到今天前都拉着妹妹的手，洛伊幡然醒悟，洛伊轻信王爷，只要王爷过得好，洛伊便不该在乎其他。哪怕王爷今日要废了洛伊，立心上人为正妃，洛伊也绝无怨言。胡闹！本王何时说要废你？昨日喜堂上，妹妹穿的可是正妃的喜服，足见王爷对妹妹的看重。洛伊不想让王爷为难，还请皇祖母做主，成全了王爷对妹妹的一片深情吧。一个侧妃怎可穿正妃的喜服？如此僭越，是要给皇室谋羞不成？他要赎罪，是皇祖母，是孙儿一时糊涂，不怪洛凡。刚才还说不要厚此薄彼，云谦你，杨侧妃，你逾矩无礼，罚抄50遍女则，小臣大戒。太后教训的是，妾身领罚。洛伊受委屈了，过来，哀家正来说说话。该死，这个鲁莽刁蛮的姐姐何时变了性子？不就是绿茶装乖巧吗？谁不会呀？太后娘娘，镇远王妃怕是要生了。她才7个月生子，怎么这么快就要生了？镇远王妃中毒了，御医为了保住孩子，不得不喂下催产药。现下，快随哀家去看看。王妃情况怎么样了？回禀娘娘，镇远王妃中毒之后动了胎气，如今又昏迷不醒，就算是灌了催产药也无济于事，臣等束手无策呀！怎么会这样？那可是哀家第一个重孙啊！哀家，杨洛伊，你干什么？皇祖母，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，镇远王妃还需要您的鼓励。你说的对，孩子可以再有，王妃她，哀家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必须保住镇远王妃。微臣已经用针封住了王妃的经脉，阻止了毒素的蔓延。可是这又导致了王妃生产没有力气，孩子生不出来，胎动没有，想必胎儿在腹中已经窒息。咱不管这胎儿
是否活着，要把这胎儿生下来，这样王妃才有一丝生的希望。你这般说，岂不是眼看皇嫂死去？皇兄还在赶回来的路上，难道要他回来就见妻儿最后一面吗？既然无法顺产，若是剖腹把孩子取出呢？姐姐，剖腹取死与杀人无异，你可不能乱说呀。临安王妃所言并非胡语，微臣曾经在一部古籍上看过剖腹取死的例子。只是咱们太医院的这些御医们，没有一个能行的呀。我可以做到。杨若玉，本王警告过你不要胡闹，你学过医术吗？别在这口出狂言。不好了，王妃出大红了！不能再等了。皇祖母，请让我试一试，若是失败，我愿自刎谢罪，一命换一命。杨若依，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皇祖母，救人如救火啊！哀家给你一次机会，若这样王妃出了事儿，哀家拿你去问。杨若依，别碍事！你这个人杨若依何时会了医术？禀告太后，姐姐不曾学过医术。那不知死活的，他要死，本王也不拦着他。以防万一，妾身还是进去陪着姐姐吧。你刚说的临阵风穴，能否让王妃没有知觉？可以。好，先替王妃封穴。是。准备碗姜汤，给王妃喝了吊神。另外准备针线，高度烧酒，火盘，还有锋利的剪刀。这还不快去！遵命。这位王妃，你一定要振作，我一定会让你们母子平安的。姐姐，你哪会医术啊？我知道你是为了挽回王爷的心，但你这是在杀人呢！你把他拖出去，别再这影响我。王爷！怎么了？姐姐她满手都是血，满手都是这位王妃的血。这个毒妇，这可怎么办？哀家还让她进去。情况如何？伊尔胎还好吗？王爷，我姐姐要给王妃她剖腹产，如今正把王妃的肚皮剖开。什么？她怎么敢？怎么样了？回禀王爷王妃，王妃是被活生生开肠破肚取出小主子的。小主子拿出来就浑身青紫，瞧着都没气儿了。恋爱王妃居然还打他！皇祖母，这个毒妇！皇兄，毒妇！你害死本王王妃也就罢了，竟然连刚出生的孩子也不肯放过，本王要你偿命！本王要你偿命！你拦我做什么？这个毒妇害了我的孩子！皇兄，此事皇祖母会给你个交代。难道今日你要护着这个害死我孩子的毒妇？本王要杀了你！杨若依，你在干什么？恭喜王爷，小郡主平安诞生。本王的女儿叶儿呢？王妃身体还有些弱，毒性还在体内，我和御医会商量一番。叶儿，辛苦你了，我们的女儿已经活下来了。
你也要撑住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没吃东西，血糖低了。血糖为何物？不让王爷费心。你何时学会的医术，还会剖腹生产？本王怎么不知道？王爷一心在别人身上，何曾了解过我？这王妃这里还有些事要忙，王爷先出去吧。你在赶本王走？出去。太后，我那姐姐实在是太唐突了，竟弄成如此大祸。怎么样了？王爷，你就饶了我姐姐吧，她没有恶意的，妾身愿意带她去死。本王为何要溺爱王妃的命？她可是本王全家的救命恩人呐！这次真的要多谢溺爱王妃了。宁安王妃，哀家没想到你竟然有这等本事。多谢太后夸奖。杨洛伊想救镇远王妃邀功讨王爷欢心，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将这个放到雪莲里，不要让人发现。是。杨洛伊，你还是棋差一招啊！服用了天山雪莲，一定可以好起来的。是的，皇祖母，您放心吧。大事不好了！发生何事？如此慌张！王妃她服用了天山雪莲之后吐血，现下已没有了呼吸。怎么会如此？宁安王妃，您还是看看吧。镇远王妃服用了天山雪莲之后，中毒更深了。怕不是有人在天山雪莲里下了毒啊！是谁如此大胆，敢在解药里下毒？本王这就派人去查。快，准备盐水、绿豆汤，还有黄麒麟之汤。是。杨洛伊，这次你拿什么救人？你要撑住，你的孩子7月出生，还很虚弱，你千万不能放弃。你想想你的夫君、孩子，还有你的父母，他们承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啊！燕儿，你要撑住啊！宁安王妃，燕儿已经去了，你不要再折磨她了。别胡闹了，他还没死，还有救！你这分明是在折磨燕儿！他是我的病人，我说要救就要救！燕儿，承诺在水天之间。是怎么了？洛伊为了救镇远王妃，差点晕倒，本王这才抱她出来。那燕儿呢？镇远王妃已经被救回来了，只不过体内余毒微轻，如今只能是吊着一口气。还有气就好，还有气就好，让御医继续想法子。你快放我下来！你以为本王想抱你呢？老实点，别动。王爷，让妾身陪着姐姐吧。也好，你带她去偏殿，张罗些热食。是，妾身知道。我竟不知姐姐何时会医术。我的事情你不是全都知道，正如我也不知道你如此讨厌我。其实我对你并无敌意，
只是你我爱上同一个男人。我对宋云谦已经没有任何感情啦，只要你不为难我，我也不会找你麻烦。姐姐何时变得这么虚伪？你从小爱慕王爷，要不然也不会费尽心思嫁到王府。信不信由你喽。你，我有点累了，你先回去吧。50女人的命如此脆弱，有多少人因为生产困难而死，真是可怜啊。当务之急还是镇远王妃的病情，且去太医院看看。临安王妃。不必行礼，我来是想和您研究一下王妃的病情。微臣正在翻阅古籍，但到现在为止也无法断定王妃中的是什么毒。判断是什么毒耗时太久，不如查查什么药能解百毒。灵草，王妃可曾听过？灵草？您是说甘草吗？非也，灵草长在高山之巅，生在极寒之地，一山之中只有1、2株，十分罕见。这种灵草可以解百毒。我见过，只是不知道这灵草何处可以采到。您看看，《大山杂记》里有所记载。天狼山盛产药材，附近毒蛇猛兽奇多，故上山打猎的猎人时常中毒。后有一名叫灵珠的少年，发现有一种灵草能解百毒，故而将此灵草命名为含珠灵草。没错，就是含珠灵草。我这就去天狼山。王妃，不可！天狼山毒蛇猛兽多不胜数，你一介女流去太危险了。我不去不行，只有我知道这灵草具体长什么样。若是让其他人前去，这茫茫大山岂不大海捞针？我这就去向王爷和太后禀明情况。还请太后娘娘允许我前去天狼山。镇远王妃的毒不可耽误，只此一计可治她。不行，你去太危险了。高山之巅，艰险异常，又有猛兽出没，若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哀家该如何跟云谦交代？皇祖母，本王愿意带人上山寻找灵草。你去再好不过了，以你的武功机智，定能寻回灵草。你见过灵草？把灵草形容出来，让画师画在纸上，这样本王一定能够找到。不行，灵草的根部很深，别看它只有短短的枝叶，但根部却可长达1丈，而灵草的根部才是解毒的最重要部位，所以不能够被破坏。求太后允许孙媳随同而去，孙媳保证一定不会负累王爷的。那你的意思呢？皇祖母，他见过灵草，由他跟着前往，定能事半功倍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让洛伊一同前去。但记住，路上小心照顾他，莫让毒蛇野兽伤害了他。孙儿明白。此番前去，那地方危险至极，你且小心。若你真的能寻回灵草，哀家许你一个愿望，不管你提什么条件，哀家都答应你。无论什么都可以吗？对，只要拿回灵草，就能提和离了。多谢皇祖母。去吧，你是个善良的孩子，注意安全。谦儿，记得保护好洛伊。敢去天狼山，杨洛伊，那我就叫你有趣。山中有匪徒流窜，为避免打草惊蛇浪费时间，
本王先进山，你们留守在此等候消息，顺便看好王妃。看好我？你不带我上山？带你去，弊大于利。可皇祖母倒是……不要拿皇祖母来要挟本王。本王带你来已经是遵意志而行。哎，王爷，王妃，王爷也是为了你好，您就安心待在这儿吧。你们在此地驻守，等我们消息。哎，王妃，王爷，王爷，你等等我，王爷！不是让你在山下等吗？跟来做什么？只有我见过灵草，你敢抗旨，我可不敢拿皇嫂的命开玩笑。你必须带我上山找药。你看着我眼睛，你记着我声音，无畏风雨，别忘记还有我站在这里。杨洛伊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什么心思，不要借故接近本王，本王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我不是，放心，我不会再这样。走吧，早点找到灵草，我回京复命。啊！你干什么？要骂我？没事，他吸饱血自己会走的。求求你，你帮我挑走。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？怎么会怕这种东西？我最怕这种寡不溜秋的冷血动物。叫你不要跟上来，真拖累人。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人。好了，我可以继续找。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许随便搂抱本王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，再有10000年，深情也不变，爱像烈火般蔓延。我还相信。杨洛伊，你没事吧？本王没事。你被毒蛇咬了。你这女人，谁稀罕你救？本王知道你爱慕本王，但你也不用做到这种地步。不爱你，王爷，我救你只是因为……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口是心非。是竹叶青，有剧毒。我要是死了，我也不是应该很开心。本王不许你死。杨洛伊，杨洛伊，不许你死，你听到没？本王不许你死！收获的落叶，你听的叹息着离别，至少我独自领略。我没死。海与山，风和月，你听了冬至的白雪，你听的我们两个都活着呢。你没死就好。想不到王爷竟然这么关心我。你若真的有事，本王不知道怎么跟你父母交代啊。无论怎样，谢谢你这身子未免太娇弱了些。你看那是什么？
这下这位王妃有救了。若他真是改过自新了，本王也不是不可以给他正妃应有的尊重和待遇。四下暂时安全，天明后也下人返京。皇嫂情况危急，我们还是连夜回去吧。就你这样，能连夜回去？当然，我已经休息好了。就这也能回去？那些模糊破旧回忆，或许已归零，竟没有会在你别自作多情啊！你是因本王才受伤，本王只是还你个人情。哦，爱不再清晰，再有意。作何打本王？我打蚊子。打蚊子要这么用力吗？你是个冒私仇。打蚊子怎么还牵扯到公事上了？况且我和王爷也没有私仇呀。你蚊子怎么偏要本王？因为我包里装了艾草。你故意的。你也没说你怕蚊子呀。拿着吧，百虫不侵。这女人真是越发反大，不过倒是比以前先回已去。你就是杨洛一吧？杀了他！一会儿打起来，你赶紧逃，送灵草下山。这些人是冲着我来的，你受了伤，你拿着灵草走。你留下只有死路一条。本王虽受伤，但也能应对。你送灵草回去，皇嫂还有救。我不走，我不能丢下你。你刚舍命救了我，你让我怎么一个人走？这死不的蠢女人！你，我还能拖一个时辰。你拿着信物下山，搬救兵才有可能救我，否则我们都得葬身于此。我明白了，你等我。想跑，给我追！快，王爷有危险，快上去救他！王妃，王爷在山上遇到了旧仇，这是他的信物，你们快去救他。这戒指是王爷的贴身之物，王爷曾言，扳指一旦离身，就代表他人已经遭遇不测，恐怕王爷现在是凶多吉少。不可能，为了救我吸入了蛇毒，影响发挥，要是他死，王妃，王妃，去救他！王妃，他怎么样？王妃晕倒了，已经抬回宫里，没有大碍。那就好。可是王爷，您的腿怕是……本王知道，抬本王去王妃那里。王爷，您的伤势很重，还是先行去太医院处理伤口。本王想见他。王爷不是一向憎恶王妃吗？他手里有本王重要的东西，一定要亲自取回。你活着回来了，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你再不放手，本王要死了。你哪里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本王已经好了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弱？就算有100个人围攻本王，本王也能杀出重围。是，你最厉害啦！
你没事就好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哦，我替你检查伤口吧。不用。为何不让我看？你的腿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不必自责，这一切都是本王的选择。好了，你刚清醒，身体还弱，快歇着。我可以叫你名字吗？随你。云谦，你相信我吗？信你什么？治好我的腿。如果你相信我，我就一定会治好你，让你像以前一样活蹦乱跳的。你不要给本王太多希望，本王已经接受了残废这个事实。你听说过蒙古大草原吗？我一直都很想骑马去草原上，策马奔腾，追逐少年郎。届时你同我一起去，我追少年，你追牧羊女，可好？你已经嫁为人妻，还怎么追少年郎？这可是我的毕生所愿。那好，本王扮作少年，你追本王。我可不愿意扮作牧羊女。那没办法了，你不扮作牧羊女，本王只能追逐其他牧羊女。好啊，等你好起来，你想追逐谁都可以。你不在意？在意什么？在意本王追逐其他女人。我为什么要在意啊？你追你的牧羊女，我追我的少年郎喽。你敢？我一定会治好你，不会让你残疾的。皇祖母的恩赐，你想要什么？当初想的是和离，眼下算了，我还是要先把他的腿治好。我还没想好。本王还以为你想要金银珠宝。在你眼里我就是那样的人啊。不知道。本王以前觉得你就是那种歹毒的人，可是这番相处下来，又觉得你跟从前不太一样，好像换了个人似的。怎么可能换个人呢？说不定以前是王爷眼瞎心盲。你这女人现任越发大胆，都敢顶撞本王，还不都是你惯的。王爷，弟妹，你救了叶儿和安然的命，是本王全家的救命恩人呐。但凡你想要什么，本王应当万死不辞。王爷不必如此，这都是医者本分。更何况我们是亲戚嘛，说恩不恩的多见外啊。但是，哎，弟妹说的对，都是亲戚，不该太见外的。弟妹，今日我们登门还有一事相求。国师说这孩子与弟妹的命格相合，我们想请弟妹做他的义母。还望弟妹莫要嫌弃才好。镇远王手握兵权，王妃娘家更是权势极高。他们让我给孩子当义母，是想给我再添一份倚仗。弟妹，你意下如何？安然是我接生的，能做她的义母，我很高兴。能让我抱抱她吗？真可爱啊！
你若喜欢孩子，我们便生一个。谁要跟你生孩子？你是本王的妻，你不跟本王生，想跟谁生？我，王爷，您可算回来了，担心死妾身了。我先陪皇兄和皇嫂去偏厅闲叙，就不打扰王爷和主妃。明明杨莫凡才是他的心上人，为什么刚才还跟我开那样的玩笑？当我是傻子好骗。王爷呢？你把王爷害成这样，怎还有脸回来？那是意外。我会治好王爷的。你拿什么治？王爷不仅仅是外伤，还中毒了，这辈子也站不起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御医只说他是骨折，你怎知他中毒了？御医只说他是骨折，你怎知他中毒了？我只是……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诸葛哥哥，你可算来了！你如今也是王府侧妃，怎么还能叫我诸葛哥哥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你和王爷是挚友，我如从前喊你一声哥哥，有什么错？你说什么都对。在下诸葛明，见过。你理他做什么？王爷因他而受伤，正等着你去医治呢。王爷自有诸葛神医诊治，你个扫把星还是多源县，别来影响治疗。他怎么没来？姐姐说她累了，去休息了，只是觉得自己的身子比王爷重要吧。这些时日也辛苦他。诸葛明，一会儿你也去替他看看。王爷，还是让诸葛哥哥先帮你看看吧。外伤一治，可王爷所中的千机毒难解，在下也无甚把握。连你都这样说，看来是半点希望也没有。且过一天算一天吧。王爷切记不可这般，天下良医那么多，既然你都治不好，还有谁有把握？你何必再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哄本王？你我多年好友，没有必要这样。并非是哄你，我听说镇远王妃之前中毒难产，竟有御医懂得开刀的法子。这种法子十分的危险，处理不当一事亦会一尸两命的。实不相瞒，我自愧不如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留在宫内，去找那位御医为你治疗稳妥些，至少还有几分把握。诸葛哥哥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诸葛哥哥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我说错了。我说的这位御医，其实是杨洛伊。你说王妃？据我所知，王妃不是不谙医术吗？这点我可以作证。姐姐不仅不会医术，还因为自小体弱被逼着喝药，十分讨厌大夫，是不可能学医的。顶多是从书上见过此法，所以效仿而造。开刀生子之术，并非一朝一日就能修，这本事也并不是从书上就能看得到的。开刀生子一事，与你有几分把握？实不相瞒，一分也没有。我真的跟从前很不一样。洛凡，你先出去，本王跟诸葛明有话要说。有什么事情是要瞒着我的？我就不出去。
得听听你们是不是要说我的坏话。你以为本王是嘴上的妇道人家吗？出去！你明知道他对你有心，何苦这样对他？不知为何，她自从嫁入王府以后，似乎跟以前的洛凡有很大区别。你这一说，就像姐妹俩换了个人似的。哎，我离京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你快点说与我听。你怎么还在这里？真当自己是狗皮膏药不成？你少跟我说这些，我只问你，你为何知道王爷中毒？我自是听诸葛哥哥说的，王爷因你中了千机毒，怕是治疗无望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自己离开，再没脸见王爷。我该做什么，不劳你费心。说什么不跟我抢王爷？我看你分明是起了这个心思。你以为王爷是为了你，他是为了救镇远王妃，才不是因为你。我知道，不用你说。知道还不快滚！王爷他不想见你。泼妇！你千机毒的解法。等等，杨洛凡是在诸葛明来之前就已经笃定王爷中毒，千机毒的事跟他脱不了干系。不行，我得去告诉云谦。云谦，你在里面吗？我有事儿找你。姐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在这儿，自是王爷找我事情。王爷说要补我个洞房，所以急切了些，叫姐姐看笑话了。你们竟然……王爷叫我一起去沐浴了。姐姐若是有什么事情，不如我帮你转告。没什么。继续盯着他，有什么异动再来告诉我。不是说给本王配药浴吗？磨磨蹭蹭干什么？王爷莫急，怎么是你？诸葛明呢？妾身是来给您沐浴的。不需要，出去。可是妾身……出去！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进入本王的起居。不过几日，王爷都不让我进他的身了，都怪杨洛伊那个贱人，绝对不能让他继续留在王府。他们俩郎情妾意，我才是上赶着当小三的那个。王妃，你怎么哭了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哭的？我只是眼睛进沙子。王妃这几日是因为昨夜侧妃和王爷，其实他们怎么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冲你发火的。无妨，王妃这几日辛劳实在不宜多思，在下定会竭尽所能替王爷寻找解毒之法，王妃宽心即可。哎，诸葛神医，在下也略通医术，不知能否和神医探讨一二，以求早日替王爷解毒。这些书上都没有千机毒的解法。王爷的腿莫非众望？
既然书上都没有解毒的方法，那就只能我们自己研究了。神医之前给王爷细看过，可否告诉我，王爷的毒都淤堵在哪些穴道？应该是河阳和承山。王妃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做个记号而已，你继续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在做什么？王爷，在下与王妃真的……何必跟他解释这么多？他又不是咱们的神，就算咱们真的在做他昨晚跟侧妃做的事儿，那也是咱们的事情，咱们有必要跟他解释吗？本王与侧妃做甚了？你别忘记，你现在是本王的王妃，当着本王的面就敢这样，看来本王还真得把此事禀告父皇，治你们一个通奸之罪。好啊，你尽管告，就说是我勾引诸葛明的。杨洛伊，你敢不敢再说一次？王爷，王妃昨日一夜未休息，在寻找千机毒的解法，在下一个外人就先告退了。哎，你别走，我还有事儿问你呢。原来你是在想办法帮本王解毒，不然呢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？都中毒了还有闲情逸致做别的？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好好说？我好好说，王爷会信吗？王爷不信我，刚才也只是信诸葛神医而已。也对，诸葛神医是王爷多年的好友，侧妃是王爷心尖上的人，我嘛，不过就是一个塞进来强拆你们的恶人而已，哪配得到王爷的信任？杨洛伊，王爷也不必说些谎话来哄我，知道自己的身份，你的毒是因为我中的，这份恩情我会还的。你就这么想的？诸葛神医，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答应。王妃，这是你前日托我寻的千机毒。这可是剧毒，王妃你……神医放心，我只是想研究一下它的成分，好试着配制解药。那就好。不过此毒出于南疆，配方早已失传，现在想寻一点都难，更别说配制出解药了。那这瓶是从何处得来的？前些年我替李老将军治过病，得知他在战中缴获了一些，我就便讨药了。神医说的可是我和杨洛凡的外祖李家？正是。李家有千机毒，天王山那晚的刺客果然是杨洛凡派的。王妃，你此话何意？你的意思是侧妃和李家谋害王爷？没有，我胡乱说的。妹妹深爱王爷，怎么会害他呢？反正我说了也没人信，何必自找麻烦？诸葛哥哥，你来啦！王爷的情况如何了？莫凡，你给我说句实话，这王爷中的千机毒可跟你有关？这王爷中的千机毒可跟你有关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王爷是在山中遇刺中毒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王爷在山中遇刺不假，可这千机毒只有你外祖家有。纵使我外祖家有又如何？这么些年了，我对王爷的感情，哥哥你不是最清楚吗？纵使不要自己的命，也不会让王爷伤了分毫，又总会故意害他。恕我武断了，此话我以后不会再讲。你放心，我会定心医治王爷。那就有了，诸葛哥哥。
我就说诸葛明怎么突然起了疑心。杨洛伊，你要是在背后挑拨离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乖。姐姐好手段，不过几日就哄得诸葛明对你言听计从。我何时蛊惑他了？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喜欢勾三搭四？你以为跟诸葛明提起千机毒的来历，就能让他倒向你这边？别说你根本没证据，就算是有，这王府上下也没有人相信你。这么说，你是承认那晚的刺客都是你派的了？是又如何？我原是想让你死在那天狼山，那千机毒也是为你而准备，没有想到王爷为了救你，连命都不顾。杨洛伊，都是你害了王爷，我要杀了你，替他出这口气！你个疯子，你放开我！王爷，姐姐要杀我！杨洛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杨洛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王爷，我想干什么你不都看到了吗？这里不欢迎你，请回吧。杨洛伊，你给本王好好说话。王爷，你别怪姐姐，是我口不择言，说破了姐姐的心思，姐姐一时怒极才对我动手的。什么心思？我想起我外祖家有千机毒，便差人去询问，才得知那锁在库房的毒月前被盗了。失窃那天，正是姐姐差人。杨老板，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，库房失窃一定是意外。那刺客能在天狼山那么快的找到姐姐和王爷的位置，也是巧合，对吗？你给我闭嘴，分明是你！杨洛伊，是不是你？宋云谦，你真的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做的是吗？本王并非怀疑谁，只是此事父皇已经派人严查。你若是知道什么，最好早些说出来。他这么说，到底还是怀疑我了。好啊，那就让陛下好好查查你这位心上人。他也是李家的外孙女，与李将军可比我亲近。那日诸葛神医还未到府，他就已经知道你身中奇毒。况且那日天狼山的刺客可都是冲着我来的。要说这世上谁最想要我一命，恐怕就是你身边这位侧妃娘娘啊！王爷，你别听姐姐乱说。我是嫉妒姐姐早1年嫁给了你，但是我从未想要与她争什么。况且姐姐曾经放血为我做药引，是我的恩人呐，我怎可能害她？我嫁过来时便说，不求身份地位，只求能与王爷恩爱两不疑。王爷不信我，那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。若凡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从侧妃回房，让诸葛明诊治。杨洛伊，今日之事，本王就当你是善终食言了。你再次好好反省，无令不得出。王爷，你还是不信吗？对吗？够了。明明都已经知道答案，我到底在期待些什么？好啊，不就是千机毒吗？宋云谦，我一定会治好你。
今后我们两不相欠。既然书中并无记载，以身试毒或许是最快的办法。加油，喂，可以的。早点研制出解药，到了这个无气无欲的鬼地方。侧妃不愧是王爷心尖上的人，神医都说她已无大碍，王爷还是这般忧心。让你查的事查到了吗？李将军府上的千机毒的确1个月前就已被盗，不过库房把守森严，王妃派去探望的下人不到前厅就已被赶了出去，想必是拿不到这毒的。但真的不是他。王爷，那是在山下，王妃担心你的样子不像作假，你想是真误会她了。去怡兰院。王爷，王妃说她有事要忙，不想见您。都这么晚了，还有什么可忙的？王妃说她奉命反省，还请王爷不要打扰。白日里不过说了他几句，他居然敢跟本王拿巧，不见就不见，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走。疏通经脉的法子并不能将毒排出，看来只能另辟蹊径。勾吻的毒性与性气相冲，或许试试以毒攻毒。王妃这几日将自己关在房里，奴婢偶尔瞧见，她用匕首划伤了自己的腿，不知想干什么。划伤自己，无非是想借机争宠。这女人表面和我说不与我争王爷，背地里却做这种事情。她不知道王爷最讨厌这些人。那是要奴婢去？不用。我正愁没法治。王爷，你怎么看上去心情不太好？我正四处寻找良医，希望能帮到诸葛哥哥。而且，就算王爷您再也站不起来了，妾身也会永远陪着您的。你有心了。王爷。有件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觉得不当讲，就不要讲。我知道王爷是因为姐姐的事情才烦闷，但是王爷您不用担心，我听说姐姐她怎么了？她别吞吞吐吐的。她用刀子和针扎自己的伤口，扎的那是鲜血淋漓啊！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我是听他那屋的侍女说的，或许是他这次回来，眼里还是容不下我，才想到的法子，用苦肉计换得王爷的怜惜。你是说，他用自伤的法子来争风吃醋，吸引本王的注意？姐姐曾与我说，她用血给我做药引，并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换得王爷的怜惜。可如今，王爷明明已经将他放在心上，他却还这般故技重施。自伤正主，本王最恨耍手段的人。若真是这个王府容不下他。
王爷，属下去打探了一番，确实如侧妃所言，王妃今日不断用针刺自己的双腿，还用匕首划伤自己。果然如此。这些时日，本王本对他有所改观，却没曾想，他依旧是那个为了献媚争宠、不择手段的杨如意。那如今该怎么办？他爱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王妃每日这样下去，恐怕迟早……怕什么？我瞧着王妃不是这样的人，或许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本王清楚得很。你医术这么高，给他一包毒药，让他马上死在本王面前。说这些气话有什么用？他要是死了，你不比谁都伤心。你说什么疯话？本王如今厌恶，是厌恶的不得了，干净，免得本王心烦。若真的无所谓，你就不会因为他自伤而这样暴怒了。你分明就是在意他。王爷，你承认喜欢他有那么难吗？你自以为很了解本王吗？如果你不想承认，也没有人可以逼你。但是我承认，虽然他这一次做的不够聪明，但是他只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他。若本王想关心他，他不做任何事，本王都会关心他；若本王不想关心他，他哪怕是死了，我也不会看一眼。你明天去给他看病，把此话转告他。唉。王妃，原来王妃这几日是在替王爷寻找解毒之法。她竟以为你……以为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听了几句闲话。算了，他怎么想不重要。诸葛神医，我已经寻到了千机毒的解毒之法。竟如此快！王妃，你才是真正的神医。诸葛神医过奖了。王妃，你……诸葛神医，我也不瞒你，我以身试毒，除了千机，还在身上种下了个吻。几番试下来，我的身体亏损不少。王妃，就算你替王爷寻找解毒之法，也不该这般折损自己的身体。这岂非得不偿失啊！无妨，这是我欠宋云倩的。诸葛神医，等我治好王爷，我想离开王府，到时候还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也罢，但是你这身体必须得治疗。啊，我认识一位金针神医，等我去联系。多谢诸葛神医，明晚我便给王爷治疗，到时候还请你帮我离开王府。好。黄宗母，孙喜想求一个和离书。先前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要和离？是因为云谦的腿啊？黄宗母误会了，王爷的腿伤治愈有望，只不过孙喜今日看清了自己的心意，不愿再插嘴于王爷和妹妹之间，还请黄宗母成全。好孩子，快起来！哀家既然答应过你，便会遵守诺言。这个和离书，哀家给你。多谢黄宗母。
春风化雪。你竟然去皇宫找皇祖母，可你又说一些讨喜的话，你是想让皇祖母偏心你，对付洛寒？在王爷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不是。薛王爷怎么想？杨若依，你若安安分分做你的王妃，本王绝不为难你。你日后想去草原，本王可以陪你一起去；你想生孩子，本王可以跟你一起生。那杨无烦呢？你提他干什么？你眼里就那么容不下他？王爷误会了，只是你我二人追求不同罢了。你追求什么？我追求的是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没有妻妾成群。爱情本就是两个人相伴相守一生，我做不到跟别人分享同一份爱情。你这是痴心妄想！天底下哪个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？那我便去找那个能和我相守相伴一生的人。你给本王下药！这是最后一次，王爷放心。3天过后，你的腿便会彻底好了。以后我也不再牵你什么。杨洛依呢？去把他给本王抓来！王爷，王妃她去世了。什么？这毒妇又在耍什么手段？本王怎么会？王爷，王妃她把您体内的毒解了，她也中了毒。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已经无力回天。不可能！这毒妇怎么会死？你在骗本王！本王要亲自去看。王爷，宋无谦，希望我们永不再见。朱太，这个诸葛哥哥，恭喜！若凡妹妹，这是王爷与我为你准备的贺礼。多谢。云谦呢？他怎么没来？这3年来，王爷除了征战沙场，便是闭府不出，每上战场都跟不要命似的，弄得一身伤回来，又终日酗酒，不省人事。3年，每夜入睡前，我们都希望你能来，但是以前你从未发现。你大概很懂。自从3年前的丧礼过后，王爷就再也没有踏入过我的闺房。诸葛哥哥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到底哪里不如杨洛依？为何王爷就这么变了心？若凡妹妹，你不必着急。杨洛依他人都死了，王爷他总会走出来的。是吗？杨洛依，就算你暂且有了王爷的心又如何？你已经死了。
诸葛大夫，有何事儿？外面来个女子，说是要来自印地大夫。小厮，赶紧让她进来见见。好。那我先回去了，改日再来。好。这位姑娘，请问您的芳名是？我叫温逸。好名字，温姑娘，请问您师从何人？从医几年？王妃。温姑娘，请坐。王妃，我就知道你还活着。多谢诸葛神医还记得我。许久未回来，这里变化很大。王妃，你额上的胎记，师傅替我擦除了这胎记。温姑娘，您此番回来是要去和王爷相认吗？最近王爷正好也在府上，若是你想去见，我立马就带你去。不必了，诸葛神医，我如今已经不是王妃。温姑娘，好吧，你有所不知，王爷是初秋回京的，他身受重伤回来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这3年，他为国出征，收复了不少领土，皇上对他赞赏有加，连朝臣们都觉得今年皇上确立的太子之位非他莫属。但是你心里应该非常明白，他并非是为了太子之位，其实他心里一直都放不下你。有什么放不下的？他心上之人也并非我。诸葛神医，我这次来其实是有件事想麻烦你。温姑娘，请讲。师傅替我疗养3年，虽勉强压制了毒性，但体内余毒仍未明解。那岂不是？是啊，若是半年内解不开，这毒便会再也无法控制，届时我会毒发身亡。还有其他解决的法子？我和师傅研究了很久，这毒需要彼岸花来解，它是南诏国的圣物，如今被进献给了陛下。若是去见王爷，那岂不是更好拿吗？诸葛神医，我如今是瘟疫，不是阳痿，我与明安王府再无瓜葛，我不想再拖进回来。好吧，我理解尊重你的想法。这彼岸花的事情，我会想办法引荐你面圣。多谢诸葛神医。不必客气，温姑娘。大事不好了！有何事？诸葛神医，王爷他怎么了？王爷他遇事了。情势如何？3件，是件件之谜。温姑娘，住在这里？哦，是啊，王爷只要一回京，他就住在这儿。先去看看他的伤势吧。好，温大夫，请。这3年来，他到底过怎么样的生活？御医，情况如何？诸葛神医，你也来看看吧。3件刺得很深，心脏部位1件，肝部位1件，腹部1件，情况非常不乐观，血止不住啊！都让开，让我来。你有把握？抓紧时间，你们去准备金疮药和3七粉，然后开药放金药，要快。你是什么人？岂能让你名不见经传的女子来治疗？御医，行，让他来吧。有什么事，我担着。
敢问姑娘是？我姓温。温大夫，您的针灸术真让下官大开眼界。今日若非是你，王爷定会有难。温大夫，您可是救了王爷的命啊！我这就去禀报皇上。王爷，若凡妹妹，王爷现在暂时无事，但是伤得很重。他是谁？他是谁？这位是温大夫，就是那位女大夫。诸葛哥哥，你怎么什么人都带来王府？温大夫，皇上请您过去。我已将您给王爷止血的事禀报了圣上，圣上点名要见您。温姑娘，这也是面圣的好机会，快去吧。好。一个女大夫也配见皇上？况且，我怎么见她这么眼熟啊？民女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娘娘。免了。你这孩子倒是看起来很眼熟。朕听御医说，是你为王爷制住血丹。想不到你年纪这么轻，却有这么高深的医术，难得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民女姓温，叫温逸。温大夫是何方人士？民女是越州人，在越州长大。你以前从未来过京城吗？幼年时曾来过一次。御医说王爷的情况不太好，依你所见，又当如何？回太后娘娘，王爷洪福7天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哀家不要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你只管实话实说。民女并非说场面话，当着皇上和太后的面，民女只是如实说。王爷虽然失血很多，但幸好止血的早，虽然伤及了要害部位，但所幸刺的不算深，再加上王爷内功深厚，封住了心脉，所以说到底只是皮肉伤。可是他心脏这一剑，御医说很深，会不会……心脏的一剑确实很深，但娘娘放心，并未伤及心脏。朕听御医说，那一剑几乎整个穿透了身体，怎会没伤及心脏？王爷的心脏长得有一些歪，所以即使那一剑穿透了整个背，也并未伤及心脏。哦，这世间竟有掌外心脏的人！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朕以前也听说，有一个医术和你一样高明的女子，只是没来得及见呀。皇上谬赞，民女的医术算不上高明。你很谦虚，也懂事知分寸，朕就把朕的儿子托付给你，希望你还给朕一个健康的儿子。多谢皇上信任。若是救了宋云谦，也能得个好名声，到时候也好提彼岸花的事情。循着你的眼神痕迹，怎么不断提醒所有那些曾经复杂的旋律，现在这漩涡之间没办法逃离。本王问你，你是谁？视线离开的是没有。你是谁？本王问你，你是谁？他是我医馆的大夫。也是女的。
府中有御医，何须劳烦旁人？你若是不喜欢见外人，不必让他回去就是。那小女子先告退了。温姑娘，王爷不知道是你，所以才会那般冷漠。若你是想去见人，那我便带你。诸葛神医别误会，我以为他明天才会醒，所以才会前来喂药。不过他比我想象中更顽强。诸葛神医，你还是先去看看王爷吧，我没事儿。北国的事是北国人做的，怪不得他们。就算他们没有混在军队里，也会想尽各种办法刺杀本王。方才那位女大夫是你管的？方才那位女大夫是你管的？是的。本王怎么不知道你的医馆里还有这样一位女大夫？她也是刚来京不久，这一次又是她为你止血。其实她医术很高的，很少听你如此推崇一个人的医术。刚才看你看他的眼神，他不是一个平常大夫那么简单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找个人。刚好他是学医的，要是合适，抓紧办了吧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刚才本王只不过问他是谁。你看把你紧张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怕本王认为他是奸细。那你刚刚不就是在怀疑吗？非也，本王只是不喜欢有女子靠本王弹琴。本王没事，你回去歇着。那就劳烦诸葛哥哥照顾王爷了。洛凡妹妹，你要好好保重身子。我很好。那王爷好生休息，妾身先回去了。你应该好好对她的，现在辜负了一个，莫非你还要辜负她吗？本王对她还不好吗？在这王府里，她几乎掌握了大权，她现在就是这个王府的女主人。你知道她不是要这些，再多的本王也给不起。你也是因为喜欢她才娶她的。可是本王才知道，原来喜欢不是爱，可惜本王知道的太晚。诸葛哥哥，洛凡妹妹，你日渐消瘦，身体怕是扛不住了，还是不要太过消愁。若是王爷待我好些，我也不会这样。你若是怜惜你的父母，就该好好养养身子才是。如今你父母只剩下你一个人，你若是再出事儿，要让你父母下半辈子怎么过呀？说真的，有时候我也挺羡慕姐姐的，至少她死了，却能让王爷记着她一辈子。说这些干什么？你姐姐若是她可以选择，她也不想死呀。像她这样也是好的。从前我总觉得王爷是喜欢我的，我千方百计的和姐姐争夺，最后她死了，我却什么也没得到。并非如此，王爷只要从伤痛中走出来，你和他还能再续前缘。
是啊，若是你姐姐还活着，你会……她还活着啊，我也只是随口一说。啊。她若是还活着，我自然是高兴的。洛寒妹妹，我医院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就不送你了。派人盯着点朱本明，看看有没有陌生女子出现。我看他突然提起杨洛伊还活着的事情，像是试探。王妃还活着？他若是死了，自然是好的；他若是还活着，我就让他再死一次。怎么了，诸葛神医？你得给我去到王府，王爷不太好了。他的伤还没好吗？不是，他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但是他双腿有些麻痹，使不上力气。走吧。走。你来了。参见王爷。不必多礼了，你快来瞧瞧，本王腿上的伤怎么样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王爷这是在战场上受的伤，是本王自己砍的。这双腿害死了本王最爱的。你疯了吗？为什么这么自轻自贱？你敢打本王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温逸。温逸，你为何戴着面纱？为何不敢拿真面目示人？王爷为何要这么做？我只是一介民女，来给王爷看病。那你为何打本王？王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，有何打不得？这世上多少人想活却活不下去，王爷为何要这般糟蹋自己的命？你认识本王吗？认识。那你为何会如此关心本王？我才没有。真的没有吗？你刚才看到本王的伤，你都要哭了。你是大夫，你什么伤没见过？你还说不是关心本王？民女不知道王爷为什么会这么说。我已经给王爷诊看过了，王爷腿上的伤，上些药便能好。但我的药再厉害，也挡不住王爷这般对待。本王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王爷如今是我的患者，该听我的。我去给王爷开药。王爷，去查查这个叫温逸的大夫，查查他是不是杨洛伊。王爷，您是怀疑温大夫就是王妃？可是王妃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敢像他这样打本王的人，只有杨洛伊，只有你。快去查！好的，随他这就去。温逸是吗？若真的是你，本王这次一定不会放开你的手。他认出了。
王爷怎么样了？哦，我给他开了药，待会儿你给他拿过去。啊。不过他腿上的伤，你知道吗？那你看他那般对自己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王爷那个人你也知道，他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人能拦。这3年他过得很苦。苦？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，他的心在你死的时候就跟着你一同灰飞烟灭，没有心的人怎会苦？如果不知道他过的是这般日子，当初你就不应该伤害自己来救他，你为了救他而死。你觉得他还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活着吗？我心病还需心药医。若他一直是沉浸在过去，别说是伤害自己的腿，根本就是在伤害自己的命，早晚会死。我知道，我会跟他解释清楚，解开他的心结。那你还会继续跟他在一起吗？出个声音，王爷喜欢的人并不是我，他之所以会这样，只是因为他以为我救他而死，如今我还活着，他的心结便会解开。他和若凡可能继续过他们的日子。那你呢？我能不能活下去还是一回事。王爷，你身体还未好，这是要去哪里？何时本王要去哪里，要跟你打报告。王爷，你为何总是要这么和我讲话，来伤我的心？自从姐姐走后，你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让我守了3年的空闺，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要被这么对待。你若是无法忍受，本王便去求一个和离书。王爷，本王心中只有杨若依，容不下其他人。留着你，是看在你是他妹妹的份上。还有3年前的事情，本王没心思查。还是说，你想让本王重新查？王爷，您想查便查，难不成还怀疑我？再说了，姐姐已经去世了，你难道要为了她一直活在过去不成吗？若是能一直活在过去，又有何不可？王爷，没有想到王爷竟然动心如此。你先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本王。你若安分守己，看在洛伊的份上，我可以留你在府里过好日子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来了。王爷这是要去哪里？你的腿伤还没有彻底好，就这么下地走路，是想这双腿彻底废了吗？你若不让本王出去，本王便不出去。王爷，为何不是诸葛哥哥来给你看病，而是这个女大夫？本王让她来。 3年来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如今看到一个女大夫，他却让她接近。王爷，她一个女流之辈，怎么可能比诸葛哥哥厉害？让她给你看病，我不放心。女流之辈怎么了？谁说女子做大夫便要输给男人？你以为你打的什么小算盘？我不知道。给王爷看病是假，想借机接近王爷才是真。你误会了。你够了，不是让你走。王爷，你为了他赶我走？她虽然是女大夫，但她也不是姐姐啊！本王说了，让你走，还要本王再重复吗？你别误会，他来找本王，但本王什么都没做。王爷，这是你后院的事，你何必跟我说这些？我只负责给你看病治腿，其他的
和我无关。真的吗？当然。好。疼吗？疼。这里怎么会疼？昨天不是已经好多了吗？这里呢？疼。耳朵疼。很疼。你还说不关心本王，本王只不过说了声疼，你就如此着急。疼疼疼！王爷说了这么久疼，如果不真的疼一下，多亏。听说温大夫是从越州来的，那肯定会说越州话。这好像与王爷无关吧？怎么无关？你来自越州，不会说越州话。你戴着面纱，想必是周围有你不想见的人，所以才故意。本王说的对。王爷误会了，我只是脸上有伤，所以才戴了面纱遮挡。倒是王爷，怎么总想摘我的面纱，做出如此轻佻的举动？本王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是谁。我叫温逸，已经告诉过王爷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是本王的那位故人？我不曾认识王爷。原来你不是。也对，是本王痴心妄想。已经死了的人，怎么会活过来？这3年来，本王一心想随他而去，可是总能留下一口气，每天沉浸在过去的悲痛之中。王爷，难道不想忘掉过去吗？本王从来都不想忘记。每次濒死，本王闭上眼，便是从前的定律。本王以前没有爱过，不知道什么是爱。当明白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是因为这双腿，他才离本王而去。如今本王要废了这双腿，愿他能原谅本王，让本王随他而去。不要！真的是你！是你！真的是你！太好了，你还活着！你骗我！本王没有骗你，本王早就想过要废了这双腿。你别说这种话，你的腿是我好不容易治好，如果轻易废掉，岂不是辜负了你的用心？可他害得你我2人分开。本王就知道，你怎么会那么轻易死去呢？你没死，太好了。对不起。你为何要跟本王道歉？因为我骗人说我已经死了。没事，你没死就好。当年也怪我医术不精，才会让你以为我因为救你而死。但我想告诉你，我的死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不必愧疚，更不必像现在这样弄得自己苦兮兮的。你知不知道，看到你现在这样，我真的……你怎么样？真的很失望。什么？王爷，当年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给你治腿，只是为了还你救我的恩情。我们之间的一切便一笔勾销。我以为你会像我一样，放下过去，拥抱新的人生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一直沉溺在过去，折磨自己。
也成为身边的人。放下过去。我已经成亲了，我已经找到那个愿意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人。你成亲了？既然你已经成亲，那你还回来干什么？反正本王都以为你死了，你直接死在外面就是了。我来给你治病，是受诸葛神医所托，也是陛下和太后的意思。你的腿上还有半个月才能好，半个月过后便会离开。不需要，你现在就可以滚。我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。本王很冷静，更没有意气用事。文艺，本王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。这3年，本王之所以这个样子，是因为本王觉得是我害死了你。可是如今你没死，本王不需要亏欠，更不需要愧疚。你没有亏欠本王，本王也没有亏欠你，不需要给我医治。你还不走吗？我不走。你就这么厚脸皮？你还要不要脸？回去抱着你的夫君，过好你的日子，不要再来招惹本王！宋云谦，我们一定要这么针锋相对吗？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跟你相处？自然是像一般的大夫和病患那样相处。你瞪我做什么？你会武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。我要收拾你，靠这一根小小的针便够。命是你自己的，你自己都不爱惜，还奢望谁来爱你？这半个月，希望我们能好好相处，治好你的伤，便会离开。再也不纠缠你，你好好配合。而你还没快些看我走。侧妃还有何吩咐？你别装了，刚刚我都听见了。杨洛伊，既然你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你就这般见不得我好，非要跟我抢王爷吗？既然侧妃都听到了，你也应该明白，我现在是瘟疫，不是杨洛伊。而且，无论从前还是现在，我都没有要跟你抢什么。说的倒好听，你假死离开，不就是为了牢牢拴住王爷的心，让他为你魂牵梦绕，舍生忘死吗？你这样龌龊的心，迟早会被王爷看穿的。那侧妃最好早些让王爷看清，让他与你重修旧好，不要再让他身边的人担心。你，温大夫，陛下头疼的发作，我引荐了你。哦，宣召的公公也在府外，你快去吧。多谢诸葛神医。诸葛哥哥，你带他去见王爷就算了，竟然还引荐他去见父皇，你难道是打定心思要帮他跟我抢王爷吗？你都知道了。是，我知道他就是杨洛伊。我本以为你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是一条心，但是你现在居然偏帮外人，你难道忘了这3年他将王爷折磨成什么样子吗？
洛凡，我并没有偏待谁，我一入宫也并非争宠，你莫有多想。都被我撞破了，还在帮他掩饰，想借着治父王的病赢得他的重视。好啊，那我就让你们得偿所愿。备一份厚礼，我要去国师府。参见国师。何事？我冒昧前来，是有一事相托。说来听听。我知道父皇信任国师，也知道父皇想要的是什么。若是此时出现一个天命皇女，且这人还是国师您找到的，父皇会不会更加信任国师？天命皇女，没错，近日出现了一名女大夫，名叫温逸，医术高超，这人父皇也见过。若命她为天命皇女，合情合理。你是想让我告诉父王，让父王娶她为妃？是啊，国师，你想啊，若是这件事是你告诉父皇的，到时候父皇必定重重有赏。这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位置，可不就是您的了？我答应你的事。那就多谢国师了。废物！连一个小小的头痛都治不，朕留你何用？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今日滨州疫情扩散，怨声载道，陛下为此揪心头疼。陛下已经杀了好几个御医。温姑娘，你若是不把握，还是自保为上啊！把拉出去斩了！等等，陛下，民女有立刻缓解头痛之法，还请陛下准民女一试。你是瘟疫，朕记得你。正是民女。朕听诸葛明说你擅长针灸，过来吧。必须针灸，只要一针，不疼的。皇帝别怕。哼，朕会怕？朕当年身为皇子，放肆！皇上息怒，不知皇上可还头疼？朕好像不痛啊。太好了，只是陛下的头风症已经有些日子了，还得针灸10日，配以汤药方可痊愈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还出来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拉出去！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温大夫，你是想替这没用的东西求情？皇上喜怒无常，不喜人服逆，还是得顺毛捋。皇上，上官御医触怒龙颜是大罪，不值得替他求情。只是民女听闻，皇上正为近日滨州疫情忧心，何不让他戴罪立功，前往再去诊治疫症？一来可真的帮到百姓，二来也可彰显朝廷的关怀，还有皇上爱民如子的仁爱之心。
话虽有些道理，可是这没用的东西，连一个小小的头风都治不好，他对威仪也未必在行。皇上，您可以上官御医的名头，呼吁民间大夫一同前往。这样一来，既可真的治疗百姓，暖了百姓的心，对皇上您的名望亦是大有裨益。何况皇上宽仁，赦免御医死罪，他必是感激涕零，尽心尽力造福百姓，以解皇上忧思。如此一来，杀了他更有用。请皇上放心，微臣必将倾尽全力解了滨州的疫情，替皇上分忧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谢皇上。没想到你这一女子如此的有见识，只是丝毫不让须眉啊！皇上谬赞，云女愧不敢当。启禀陛下，国师有要事求见。宣，等你治好朕的头风，朕一并封赏。下去吧。杨侧妃说的就是他了吧？陛下，微臣今日起卦，得以喜事，特来向陛下禀告。请讲。陛下，据卦象显示，天命皇女现世，如今人在京中。此女命格金贵，乃大西的贵人，更何况这未来的帝星也出自此女腹中。天命皇女，未来帝星，若真如此，此女必须入宫才行。此人现在何处？这爱卿何必遮遮掩掩？莫非有什么居心？陛下，微臣不敢。卦象显示，此女来自南方，此番入京也是为了为陛下排忧解难的。朕记得微仪曾说，他来自南边的越州。今日他不仅治好了朕的头风，还为疫情出谋划策，解朕忧思。皇上是说，刚刚出去的那位女子？臣刚才便觉得此女身上贵气环绕，若她的来处真与卦象上所说，那此女十有八九便是那……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微仪是诸葛明举荐，这诸葛明又是宁安王的人。若微仪真是天命皇女，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，尤其是朕的儿子们。诸葛神医，我就同你一起回药铺吧。好，你可别再叫我神医了，你才是真正的神医。请走。跟本王回去。不走。王爷，今日还不到给你看病治体的日子，我为何要陪你一起回去？你给父皇诊病，打的是王府大夫的旗号。你若出什么事，本王不知怎么跟父皇交代。走。我不走。那你想去哪儿？不用王爷费心，我的去处自有安排。除了本王的王府，哪里都不安全。王爷说笑了，我离开王府3年，不也过得好好的？我的安危就不劳王爷您费心了。王爷还是和洛凡多相处，维持感情才是正经事。你提他做什么？你的院子，本王已经派人打扫好，跟以前一样。我说了，我不去。云倩，温姑娘自然是去我那儿住，你也不必担心。就是因为去你那里，本王才不放心。云倩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清楚。
你是本王抱你回去，还是你自己回去？哪样我都不回去。你软硬都不吃是吧？你就想跟诸葛明回那个破医馆是吧？司令臣，送温大夫上马车。算计你！镇远王爷，宁安王，你如今愈发大胆，光天化日之下强逼民女。皇兄，本王做什么，还需要跟你交代？你这般目无王法，阳奉阴违，本王定要到父皇面前参你一本。目无王法，阳奉阴违。本王在你心里就是这样，不是吗？表面上对洛伊一片深情，却在这里威逼其他女子，你还要脸吗？王爷您误会了，刚才只是在开玩笑。宁安王是接我回府治疗的。是啊，镇远王，这位是治疗王爷和陛下的温大夫。原来你就是温大夫，小小年纪竟懂医术，怪不得宁安王对你感兴趣。只是再怎么样，也不过只是个冒牌货，怎么能跟洛伊相比？王爷，你也别再说云谦了，他也很难过。他难过只是表面功夫，做给父皇母后看，为的就是让大家觉得他情深似海。洛伊不过刚走3年，他就迫不及待找其他女子填补空缺了。皇兄，说话客气些，否则别怪本王不客气。这就附上了。镇远王以为云谦把我当替身了？这回能走了吗？我不走。还是你想让皇兄回来再骂本王一顿，你才跟本王走？好吧。你和镇远王的关系为何变得如此差？我记得以前你们很要好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可以和我说说。关系好，也是3年前的事情。自从本王出征，数次立功，他对本王便渐渐不似往日。2年前我出征，凯旋而归，父皇在宫中设庆功宴，他醉酒后与本王产生争执，说是本王害死他，甚至还打了本王，因此遭到父皇责罚。这笔账，他也记在本王头上。你是说，他因我的死而迁怒于你，他为我出头？这只是原因之一。皇兄一直骁勇善战，他自诩自己是战场上的飞鹰，军中将士也称他为飞鹰将军。可是父皇却下旨封本王为飞鹰将军，他心里多少有些不高兴。原来如此，那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前些年，父皇一直透露过要立皇兄为太子，可如今又这般对我，种种封赏，仿佛是我故意与皇兄争抢的。皇兄自然与我生了嫌隙。你皇兄是想做皇帝？皇兄早年说过并无此意，可如今这般针锋相对，是嫉妒心在作祟，也是受人挑拨。再说，父皇今年40有3，正值壮年，就算皇兄想当皇帝，也不会这么早做打算。你最好尽早跟你父皇表明心迹，说你无意皇位，不然这种事情还会不断的发生。你不想本王做皇帝？你想做皇帝？想与不想，不在本王掌控范围之内。出身帝皇之家，有些事情早就已经注定。就算本王不想做，外祖舅舅他们也会力捧本王。这是本王的夙愿，未必很好。你不高兴？不会，你有理想是好事儿。若本王君临天下，你
王爷，马车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本王已经想清楚，你既已回到本王身边，就算你嫁为人妻，本王也要你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？王爷，我不明白我为何还要留在府里，洛凡也会在意，我不想和他再生嫌隙。你这么着急出去，是去见你的夫君吧？是。他是谁？住在哪儿？本王认识吗？他是谁对王爷来说不重要。很重要，你告诉我。本王不去找他麻烦，本王派人把他接过来，让你们二人早日团聚。王爷说这话，你自己信吗？连你自己都不信，要我怎么相信？本王就是想知道是谁敢娶你，本王绝不饶了他。王爷，你我之间的事已经过去了，如今你可以妻妾成群，我也可以有相守一生的人，我们各自安好，不行吗？不行，你是本王的人，本王不允许你跟别人在一起。本王也可以和你相守一生，你不就是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吗？本王答应你。你不信是吗？本王心里只有你，要不然本王把信掏出来给你看。不要！不要！现在你信了。这3年来，本王以为失去了，每一天都浑浑噩噩。可是如今你出现了，你还活着，你叫本王如何放手？王爷，我们不合适。谁说的？文艺，你曾说过，你要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在此之前，本王从未听说过这些。在本王的世界里，只有争权夺势，娶谁都是注定。可是你出现以后，你告诉本王，爱一个人是要和他相守一生。本王想和你相守一生，只有你我二人。真的吗？真的，本王从不撒谎。现在你能告诉我，你的夫君是谁了吗？本王答应你，不会杀了。可是本王也不会怎么样？不会饶了他。大王爷打算如何处置呀？当然是先打他50大板。你怎么了？你可是心疼？你不许心疼！你笑什么？我说我已嫁人，是指3年前再送你为妻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说本王，你没有嫁给别人？王爷要如何打自己50大板呀？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机会。王爷，告辞。可是，这真是时候。那个宫中传来消息，陛下让温大夫入宫行医。白天不是去过吗？怎么晚上又要去？温大夫，朕等了你1夜。陛下可是有不舒服？头还是有些痛。你为何总是戴着面纱？朕命令你揭开面纱，给朕看看。陛下，民女脸上有伤，还没有好，怕皇上看了影响心情，头会更加疼。那以后会给朕看？陛下，民女还是先给您看看头吧。今天下午情况如何？可还有发作？你在宫中时，朕觉得神思清明，通体舒坦，这才半日不见，便有头痛难忍。果然，温大夫才是朕的良药啊！
民女不敢鞠躬。事实上，宫中御医比民女强了10倍不止。民女只是恰巧对针灸有所研究，若是让民女用药，民女是一窍不通的。你似乎很怕朕。皇上天威凛然，民女心存敬畏。敬可以，畏大可不必。皇上身体若是好些了，民女就先告退。朕听说你出宫后便去了宁安王府，朕问你，你与宋云谦是什么关系？民女和王爷没有关系。抬起头看着朕，朕看你不像有所隐瞒的样子。文义，朕看你很合眼缘，朕的身体也日渐不行，不如你留在宫中做朕的贵妃，这样正好帮朕看看身体，可好？你这是何意？皇上的意思，民女心中明白。民女很感激皇上的爱重，只是民女曾经立誓，此生嫁给了病人，嫁给了医术，不谈男女之情。你为何要立这种誓言？再说这种誓言太荒唐。再说，岂有女子不嫁人的道理？民女觉得男子之爱也不过如此。皇上后宫宠妃无数，她们都曾是妙龄少女，却因情系皇上，在祈求皇上的垂怜之中蹉跎岁月。皇上若是爱惜民女，就请准许民女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，而不是将我困在这华贵的牢笼中，终日郁郁不欢。放肆！你认为与朕在一起，不相信朕会给你幸福，怕朕迟早有一日厌倦了你？非也，只是民女认为2个人要走到一起，有一个必要的条件，这个条件便是2个人互相深爱。民女敬重陛下，但也只是敬重，并无其他。你不要不识好歹！这天下有多少女人想得到朕的喜爱，朕不屑一顾。你莫要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更不要挑战朕的怒气，这后果你未必能承受得起。有什么后果是民女承担不起的？不外乎一死吧。你宁愿死，也不愿入宫。朕赐你居住在采薇宫，给你3天时间，你好好想想。朕等你的答复。朕警告你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有些事情总要深思熟虑后才能透彻。怎么会去了一夜？这文义不又偷偷跑了？不行，我们要去找他。不行，不好了，王爷，文义又跑了吗？不是，我今日去宫里给皇上看病，才得知皇上看上温宜了，非要让温宜当贵妃啊！什么？听说温宜拒绝了，但是皇上把她关了起来。像是得不到温宜就不罢休啊！这怎么能行？不行，我要去找父皇，把一切说清楚。温宜是本王的人，她怎么能嫁给父皇呢？王爷，去不得。你早就知道温宜是杨洛意。是的，不然王爷还想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这些事情以后再说，本王现在要进宫灭圣。王爷，您莫不是忘了我姐姐死了的这件事情，父皇是知道的。若是现在他知道姐姐还活着，那岂不是犯了欺君之罪？到时候姐姐便是死路一条。您现在去找皇上，那便是害了姐姐啊！那要本王怎么办？眼睁睁看她嫁给父皇吗？姐姐走前已与你和离，你现在难道要为了一己私欲再害死她不成吗？本王，国师说了，姐姐是天命皇女，父皇定不会亏待她的。什么？天命皇女？我今日去宫上没打探到这些啊。国师占卦，素来不会让除父皇以外的人知道。你是怎么知道？本王留你在府上3年，是看在你是他妹妹的份上。当初若不是你挑，本王与他不会有这么深的误会。这笔账本王还没跟你算，你现在倒是越发胆大。王爷，您误会了，即日起，
本王要把你下放到西院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你不得离开半步。司令臣，你去查查当年刺客和千机毒的事情。当初那笔账，本王是因为洛伊死了，便没有再算。现在他回来了，本王要还他一个公道。还有，备车，本王要入宫。明谦，洛凡说的也不是不无道理啊。若是让皇上知道温宜就是杨洛伊，便是欺君之罪，温宜也是要掉脑袋的。无论如何，本王不能再失去温宜一次。王爷，冷静！去他娘的冷静！本王去找皇兄。皇兄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镇远王府不欢迎。皇兄，这3年来，我一直沉湎于悲伤之中，忽视了很多事情。今日前来，是想和皇兄说几句交心的话。这可不像你说的话。怎么，摆这么低的姿态又想干什么？好好的大将军的名声不要了，想要好弟弟的名声了？皇兄，我今日前来，句句发自肺腑。你可还记得二皇兄？怎会忘了？午夜梦回，我常能听见二弟在哭。我每每想起二哥，都会想到他临死前的哭喊声。我们兄弟3人，如今只剩你我2人，不知皇兄可否还顾念这份兄弟情谊？你说呢？父皇对外宣称二皇兄是暴毙而死，可我们都知道，是因为他脚踏七星。高僧说他是谋夺皇位而来，父皇心中忌惮，所以找个由头处置了他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二皇兄他不可能谋夺皇位，他自出娘胎便是个傻子，连生活都不能自理。二皇兄死后，父皇虽然极力修补我们的父子关系，还做出一副父子子孝的假象。可是皇兄应该知道，所有的平和都是建立在你我2人听话的基础上，还不能有人说我们半句坏话，否则我们的下场一定和二皇兄一样。明谦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好，那我便直言，皇兄征战沙场多年，护卫大西安宁，立下赫赫战功。可是父皇一直忌惮于你，拥兵自重，这3年一直故意抬高我，让我与皇兄抗衡。我上战场不过是为了护家国安宁，没想到落在父皇眼中竟是这般。父皇多疑，他看重自己的皇位超过一切，如今又迟迟不立太子，说是不知道立长还是立嫡，可实则他是怕你我2人任意人立储后，身后势力结党营私，会有谋权篡位之心。他怕我们与他斗，所以便挑唆你我兄弟2人内斗。你分析的不无道理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我兄弟2人断不会为了个皇位而斗个你死我活。我们会和皇兄故意争权夺势，还希望皇兄能明白我的心意，切莫再让有心之人利用，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。这是自然，但是作为兄长，我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句：洛伊为了救你，断送了他自己的性命，你便是对他无情。你莫要再拿他当筹码演自己的苦情戏，在背地里和其他女人不清不楚。皇兄，我没有假作深情，我爱的一直都是同一个人，温宜，就是杨洛伊。什么？他就是杨洛伊？他还活着？太好了！皇兄，我此番前来是有一事相请。你是说父皇要娶温宜？父皇听信国师的话，认定温宜为天命皇女，昨夜还将她召入宫中，一直未放心。我担心他急切之下会逼温宜就范。父皇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他决定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。就算如此，我也想拼命一试，我不能再失去他。只是早间我请温宜回府治伤的折子被打了回来，我想请皇兄帮忙，把他从宫中接住。此事
还需从长计议。不必从长计议了，我去。燕儿，你洛伊救了我和安然的命，没有他就没有我们。如今他被困宫中，就算豁出我这条命去，我也会把他带回来。多谢皇嫂。客气的话就不用说了。若是他能回来，还请你善待他，切莫让他再伤心。如何？温大夫可是想好了？云女说过，此生不嫁，还请皇上莫要相逼。你这般不愿，莫非心有所属？是宋云谦，还是诸葛明，还是你身边其他男人？你不说没关系，朕便将和你接触过的男人都杀掉便是。来人！启禀皇上，镇远王妃跪在殿外，和安然郡主自相对比。镇远王妃，你与镇远王还有关系？民女从未见过镇远王，但民女擅长给孩童治病。王妃许是听了传言，才来替郡主求医。镇远王妃说，安然危在旦夕，求宁宁在她是您的第一个外孙女的份上，让温大夫去救她一命吧。你去吧，不必治好安然。民女领旨。还有，朕给你3天时间，你考虑好便入宫。安然怎么样？我这就跟你一起去。哦，洛伊，安然没事了。王妃，你都知道，还活着，真好。此番我前来，是云倩特意嘱咐我带你回去的。你快回去吧，云倩很担心你的。云倩，太好了，你回来了。让你担心了。你没事就好。本王已经收拾好了行李，今夜便带你走。你不是想去草原吗？我陪你一起去。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云倩，我不能。难道你真想入宫为妃？我唯以此生除了你，绝对不会再嫁给任何人。只是我们若是私逃，必然会连累其他人。整个宁安王府，你母后，还要带我出逃的镇远王妃，我们不能这么自私。可是，我如今同你说实话，我之所以入宫为皇上治病，是为了求取彼岸花。我体内余毒为轻，若是求不到这彼岸花，我活不过半年。彼岸花，本王会想办法，但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入宫。就算我拼了命，我也要保护好你。云谦说的没错，彼岸花我们会设法找到。在此之前，还是让云谦先带你离开京城。你在京中多待一刻，就多一刻的危险啊！王爷，不好了！陛下有旨，着你即刻领兵前往边境，抗衡外敌。如今边境安宁，父皇怎会有此旨意？哼，看来父皇是不想让本王安然归来啊！难道是因为我出宫惹怒了陛下？云谦，让我入宫吧！不行，皇上做到如此地步，若是再逃，后果只怕会更加严重。还是让我入宫，先与皇上周旋，总能想到更好的应对办法。对不起，是本王没有能力保护好你。你别这么说，有什么困难，你我一起应对，总能解决的。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想通了吗？皇上，民女的想法没有任何改变。你大胆！温逸，别以为朕很有耐心。若是你给的朕答案不满意，朕有的是法子让你点头。陛下不好了，太后说老王妃是叛逆。
母后今日身体是不是好些了？朕请了大夫，让他去瞧瞧。哀家的身子，哀家自己清楚，做不过这几日的事，不须得皇帝操心。母后这事还在于朕之起，朕已经说过了，当初上战场，这谦儿自己请求，朕也拦不住。何况他如今不是好好的？他是好好的从战场上回来，可是你这个父皇，捧一踩一，不过3年的时间，就挑拨的兄弟俩因兵权和军权反目。皇帝，你就这么容不下你的亲儿子吗？母后慎言。这江山是你的江山，儿子是你的儿子，容不得哀家智慧，哀家只恨这病哀家不治了，你便念在母子亲情的份上，让哀家快些去见先帝吧。母后又在说气话，朕若是放任弃了，恐怕会让天下的百姓指着朕的鼻子骂不孝。王大夫，你医术精绝，这几日你留在母后身边，至于后朕重重有赏。民女谨遵圣意。哦，对了，近日南赧国来犯边境，朕已下旨让镇北王前去抗敌。此行凶险，镇北王能否平安归来，那就看母后和温大夫怎么选了。虎毒尚不食子，你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该喝药了。喝了这药，您的身子会爽利些。哀家都知道了，你就是皇帝执意要娶的那名民间女子，你不用在此讨好哀家，哀家不理你和皇帝的这份情。太后明鉴，民女不知陛下为何有这种心思，可民女早已言明，此生不嫁，是陛下他苦苦相逼。你当真不愿？嫁入皇家可是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你一个小小的民女得此天恩，怎会不愿？休要在此糊弄哀家。若换旁人，这便是天大的恩赐，可于民女来说，属坠地狱。皇祖母，我所说句句发自内心。你是洛伊？你怎么会？当年我替王爷解毒，身中剧毒，这才求皇祖母赐下和离书，再借假死逃离京城，以求一线生机。本以为当日一别便是永绝，没想到还能有回皇祖母跟前尽孝的一日。既然如此，这些年苦了你了。既如此，你为何会被皇帝看上？你于云谦，当日我给陛下治病，只是为了立功以求解药，不曾想，当日我给陛下治病，只是为了立功以求解药，不曾想，竟让陛下动了这种心思。如今镇远王因帮我周旋而身陷险境，只怕陛下纳我之心不会断绝。可笑！竟然如此可笑！早年弑父夺位，残杀手足兄弟，如今还要强娶儿媳，他这样的畜生，怎堪为帝？皇祖母，您莫要动气。
母后今日气色不错，想来都是温大夫的功劳吧？温大夫医术高超，难怪得皇帝如此看重。近几日，哀家时常梦见先帝，听先帝责怪哀家没有照顾好儿孙。母后，这话是何意？哀家思来想去，许是云谦消沉这3年，身边连个可心的人照顾都没有。先帝托梦骂哀家了，哀家也许久未见云谦，不如皇帝将他召来，让哀家替他学门好亲，如何？好啊，这就选他进宫侍疾。这是朕让礼部遴选的闺秀名册，你看看可有中意的姑娘？回禀父皇，儿臣已有王妃，不需要再娶。朕知道你一直在想着她，你母亲也看着心疼，朕也为你担心。你要仔细想想，尤其是你皇祖母现在身体不好，也要一直为你担心。还请父皇不必为儿臣担心，儿臣心中有数。你能有什么数？不就是寻个孙媳妇吗？何必四处寻找？哀家眼前便有一个，把瘟疫指给他不就行了？母后，说的是什么话？云谦是宁湾王爷，当朝的飞鹰将军，他的王妃自然是出自宁门。哀家入宫前不过是个采莲女，还不是深得你父皇宠爱多年，情投意合就行了，何谈出身？迂腐！温大夫和朕说过，他此生不嫁，怎好勉强？此事不妥。哪有女子不嫁的？再说，他说不嫁便不嫁，你若出身高贵，哀家可以下一道懿旨，让他认侯爷为父亲，与诺伊姐妹情分，再嫁入王府，岂不是美谈？既然谦儿不愿意再娶，此事怎好勉强？此事容后再议。他不愿意。谦儿，哀家问你，你是否愿意娶温意为妻？回禀皇祖母，孙儿，朕说过了，此事容后再议。父皇，儿臣够了。温大夫，你随朕来，你在这里守着你的皇祖母。是。你在此等我，别担心。朕原先只误会镇远王了，原来跟你有私情的是宋云谦。陛下误会了，我与王爷并无私情。还嘴硬，若是没有，你为何哄着母后让她给你赐婚？朕警告你，你只能做朕的女人。美女不知道陛下的意思。不知道，朕就让你知道。你陛下恕罪。他对你做什么了？没事，他就是教训了我几句。本想帮你们一把，没想到反倒弄巧成拙，使哀家心急了。皇祖母不必担心，孙儿自有办法应对。传旨，皇上口谕，宁安王公然顶撞，即刻离宫，非召不得见。另外，朕见太后身体已然康健，即日起温大夫便回御书房伺候。温大夫，随咱家走吧。等等，哀家与温大夫有几句话交代，你先下去吧。温意，你过来。皇祖母，飞龙令竟然在您的手上。
龙令是什么？当年太祖皇帝打天下时，得以江湖门派飞龙门相助，后来太祖皇帝还册立飞龙门掌门为皇后。太祖皇帝打造飞龙令，见飞龙令如见太祖皇帝，就算是父皇，也不能忤逆手握飞龙令之人。不错，哀家今日将飞龙令交给你，以后你就是飞龙门的主，可统御飞龙门中所有的暗卫。这我哪里敢接受啊！这组织既然属于皇室，我名不正言不顺的，飞龙门也不可能听我的命令啊！飞龙门只认飞龙令，有此护身，林谦啊，你也可以安心离宫了。有劳皇祖母费心了。去吧，莫让皇帝再动怒申疑。哀家今日将飞龙门交给你，是有事相托。皇祖母您尽管吩咐。哀家老了，大限将至，你也不必难过。哀家知道你想治好哀家，可是一个一心想死的人，就算你治得好哀家这一次，也救不了第二次。皇祖母您这是为何呀？如你所见，皇帝不仁，哀家1年前才得知，他真如坊间传闻那般，谋害先帝，才登上皇位。这就是哀家教出来的好儿子呀！为了君临天下，竟然如此狠毒，哀家恨不得亲手杀了他。只是哀家不忍心，如今哀家将飞龙门交给你，一旦他有了杀子之心，你绝不能心慈手软。皇帝虽然做事不择手段，但也不至于真的罔顾亲情吧？以前不至于，现在不好说。若真有那一日，定要保护好哀家2个孙儿的平安周全。温一定不负所托。现在才过来，可是与宋文谦话别了。皇上，我只是与太后交代了几句病情，并无与宁安王多谈。还装，也无妨。你先看看这个。皇上，宁安王绝对不可能与敌国勾结，还请皇上明鉴。宁安王绝对不可能与敌国勾结，还请皇上明鉴。这可是从前线传回来的密报，镇远王的军队因军情泄露，被南诏围困龙城，而这泄露军机之人正是宋云谦。不可能，王爷绝对不可能做这种事儿。为何不可能？他们兄弟俩这3年为了军权明争暗斗，宋云谦为了谋取太子之位，私通外敌，谋害兄长。有了这份密报，他的罪便是板上钉钉。你竟然真的要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动手！哼！宋云谦不仅觊觎朕的皇位，还抗旨拒婚，觊觎朕的女人。这样的儿子，朕不要也罢。你，这也不是心狠手辣之意。你若是应下当朕的贵妃，朕许你去宁安王府传旨，宣宋云谦择日另择王妃，保全何府性命。你若是不愿，就等着他成为通敌叛国的罪人吧。明月领旨，谢皇上天恩。好，朕就喜欢识时务的女人。去传旨吧，温贵妃。父皇这是什么意思？逼着本王娶亲吗？他让我做出选择，若是我不来宣旨的话，他就说镇远王被困的事情是你指使的，到时候你会背上私通外敌的罪责，其他的事情我们从长计议。我得先护住你的命。
都怪我不好，连累了你别这么说，都是本王不能，连累你。王爷，属下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，王爷，事到如今，皇上的眼中已经容不下你了。这私通外离的罪名，随时都可能加在您的身上。镇远王也是如此，他处境危险，皇上只把他当做棋子。温大夫，皇上请您回宫了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本王刚刚想到一个法子，他不是让本王娶亲吗？本王说过，这辈子的王妃只有你一个。云谦，你什么意思？本王的意思是，本王只会娶你。云谦，你想抗旨吗？一会儿我们互相配合，我相信我一定能。免了，仙儿，你的婚事可否满意啊？父皇安排的事，儿臣自然求之不得。如此便好，你的皇妃之位空了很久，父皇也心疼啊。哦，对了，朕要迎娶温宜，让她做朕的贵妃，这可是双喜呀！你怎么看呀？恭喜父皇。温贵妃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还有什么想要的？皇上，民女若是嫁给皇上，想要3媒6聘。这是自然，朕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给朕。这聘礼，民女想要彼岸花。彼岸花？是的，听说这彼岸花很是神秘，民女对它很感兴趣，不知皇上能否把它给民女当做聘礼？莫说一个小小的彼岸花，就算你想要这天下任何东西，朕也会送给你。多谢皇上。难得父皇如此高兴，儿臣也为父皇感到开心。父皇，儿臣也要操办婚宴，不如便帮温大夫一起操办了。好，难得你有这一片孝心，朕准了。多谢父皇。王爷，马将军和赵将军都已经到了，您这一招借着准备婚庆，暗中联络武将们，真是绝了。皇上肯定发现不了。成败在此一举，凡事还是要多小心。你让他们过来之后，直接来找本王，切记要小心。遵命。皇兄那边也帮我传一个消息。好的，王爷。温宜，再等我，这次我定会护你周全。温宜，朕要去参加云谦的婚礼，你陪朕一起去。皇上，我身体有些不舒服，恐怕陪不了您。你怎么了？应该是感染了风寒。那朕留下来陪你。不必了，皇上，这毕竟是您儿子的大事，您不必为了我耽误正事。朕还以为你对云谦娶妻这件事不满。皇上误会了。那你先歇着，朕忙完以后便回来陪你。多谢皇上。仙儿，你今日成婚之后，便要和新的王妃好好相处。父皇叮嘱的，儿臣一定牢记于心。好。那位温贵妃呢？她怎么没有陪父皇一起前来？她今日身体不舒服，在宫中休息。那就有劳父皇替儿臣主婚了。这是自然。本王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一样。不是做梦，是我。你终于还是本王的王妃。今生今世，本王身边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等了3年，这个王妃之位还不是我的。
连瘟疫都抢不走，你一个新人也敢！我要杀了你！王妃，王爷给您准备了吃食，让奴婢给您送来。进来吧。敢抢我的东西，我杀了！你怎么会？杨若凡，你果然居心叵测。王爷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看新王妃没有吃东西，我想给她带点吃的过来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骗本王？你这吃的里放的是不是千机毒？千机毒？那是什么？诸葛哥哥，你快点帮我跟王爷说呀！我怎么会知道那个东西？王爷，这的确是千机毒。诸葛哥哥，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你不再是那个心思善良的洛凡妹妹，你真的如此歹毒！不是我做，我不知道，不是我。本王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司令臣，王爷，属下已经查到了。王爷，属下已经查到了，当年您和王妃在山上寻找灵草时，遇到的那一伙山匪，正是杨若凡安排的。你胡说八道！人已经抓到了，就在大牢里，他们亲口指认的，还能有假？而且他们还说，这千机毒就是杨若凡亲自给的。王爷，千机毒的确是那群山匪得不到的毒药。事到如此，你还要装？好，本王便送你去地牢，看你还说不说实话。我错了，王爷，不要送我去地牢，我错了。果然都是你干的，杨若凡，你真是歹毒！你还和国师勾结，说温宜是天命皇女，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。王爷，看在我们那么多年的情分上，放过我！放我！我求你了！干了这么多事，你让本王怎么放过你？王爷，说爱我的是你，娶我的也是你，可是你呢？你偏爱姐姐，喜欢姐姐，最后我终于等到杨洛伊死的那一天，可是你还是看都不看我一眼。没关系，我忍，我可以守着你，我等你，我等到你爱我的那一天。可是你呢？你要娶新王妃？本王说过，这辈子只爱温宜一个人。只爱温宜一个人？那你又娶新王妃，你的爱真可笑。杨若凡，本王说过，这辈子只爱温宜一个人。杨若凡，居然是你！我到头来，我还是输给了你。来人，把他拖入地牢。遵命。杨若依，你不要高兴的带走，我还给你留了一份大礼。
王爷，今日是你我大喜之日，对不起，本王没有让你光明正大的嫁给我。你兵行险拙，为了娶我已经这般尽力，我很满意了。你当真想嫁给本王？不然呢？本王也觉得是真的。本王没有怀疑过任何事，但不知为何，面对你的事，本王就会变得小心，变得犹豫，变得怀疑自己，甚至还会什么？还会害怕，害怕我一睁眼，就像3年前一样，再也见不到你。不会了，我既然嫁给了你，就再也不会离开了。逃不开这一世的寂寞，我口是阴霾，那我们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相守一生。命运在主宰，执着的心也不会更改。哪管桑田，哪管沧海，听琴声萧萧，该忘的忘不掉，红尘困住我年少，原谅我藏在。若梅，皇上，坐。今日身体是否好了？多谢皇上关心，已经好了。昨日啊，你真是错过了热闹。朕看着呀，云谦呀很喜欢这位新王妃，朕看着他们有情人成为眷属，朕为他们高兴啊。如今谦儿的婚事已经完成，接下来便是我们的。不如今晚你留下来侍奉朕，等着婚宴结束后，你就正式入宫，可好啊？你这是何意？皇上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，还请您给我一些时间。还要等多久？皇上何须着急，3天后便是封妃大典，还请您在3天内给我一些尊重。好，朕给你3天。为了表达诚意，朕把彼岸花带来了。多谢皇上。记得，朕只给你3天时间。取到瘟疫，朕就得天受命。等到他诞下皇子，捏在朕的手里，就没人敢威胁到朕的地位。下个朕，你可高兴啊？你还有什么不满？彼岸花朕已经送给了你，你没有身份，朕也给你安排了皇贵妃，你还想要什么？皇上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强扭的瓜不甜。放肆！你心里是否还有别的男人？宋云谦今日根本就没有来，他称病不来，难道是不忍心看着你嫁给朕？皇上尽管猜测，反正您这一辈子心术不正，也只会恶意猜测别人。你敢跟朕这么说话？皇上，不好了！发生了何事？这外面都在传，3年前是您毒害了镇远王妃，这闹得沸沸扬扬的，那群刁民都传开了。什么？走。
是你把朕毒害镇远王妃的事传了出去，你是想让朕被天下的百姓耻笑吗？没错，事情是我传出去，但做尽恶事的人是你。是当朕不会杀你，我从未这般想过，只是如今宁安王已兵临皇城，杀了你。这就是宋明谦和宋元刚两个不孝子，怎敢举兵篡位？原来也是你挑唆！陛下误会，他们兄弟二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您的皇位，没想到这是一个安稳的家，安稳的人生。好平凡的愿望啊！若真如此，他们何须费尽心思？是啊，他们何须如此费尽心思？因为他们有一个心狠手辣、蛇蝎心肠的父亲，时刻担心他们会像自己当年一样弑父夺位。他们多忠心也好，他们的父亲一点都看不见他们为国出征、建功立业，在他们的父亲眼中，却是在为日后夺天下做准备。他们广纳贤臣，匡扶天下正义之士，在他们的父皇眼中，却是结党营私。贱人！朕让你偷汉，朕让你造谣，朕杀了你！你怎么了？你竟然给朕下毒！下毒？我没有啊！陛下，温贵妃没有下毒，因为毒是我下的。朕如此的信任你，信任，在陛下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个会说好话的玩物罢了。陛下可曾记得宋云礼？宋云礼，你是皇兄的儿子？是啊，我是该唤你一声父皇，还是皇叔啊？当年你弑父登基，寻尽各种办法杀死各家亲王，我父亲和你是至亲的兄弟，你却毫不犹豫地杀了他，还假仁假义地将我留在身边。我在宫里战战兢兢地过了半年，就秘密将人派我送到南疆，成为匈奴，受尽百般屈辱。当初朕应该杀了你，可惜啊，你不仅没有杀我，还留下了一颗要了你命的种子。10年了，苦苦等了10年。当我知道这个女人就是杨洛伊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她就是你三儿子心心念念故去的王妃。你为了一个天命皇女的假说，逼娶自己的儿媳，还因此谋害自己的儿子，逼他们不得不反。当明日此事传出，就会撕开你那虚伪的面具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个假仁假义的暴君，混账！你们都想杀朕！我为你们报仇了。温贵妃，好吧。宁安王妃，接下来该到了。宋云礼，你已经杀了他，为你父母报仇，为何还要杀我？
是你们先放出皇帝不仁之举，又让宋云谦带兵围剿皇城，却迟迟不肯动手，不过就是想震慑皇帝，让他自己退位罢了。可如今皇帝死在了采薇宫里，那这弑君之罪，总有人要来担着吧？皇上不仁不义，你若现在放下刀，我还能替你求情，留你一条生路。然后呢？继续让我去南疆做我的匈奴？我倒是有个更好的办法。命安王宋云谦有心谋反，便借你之手杀害了皇上。幸亏我及时赶到，才能杀了你这个弑君的罪人。新君侧，郑朝刚，我也是皇室的血脉啊！这大西的新君，当属我无疑。原来你想要是这个皇位，可惜，该可惜的是你。很快让你的情郎下去为你陪葬。你没事吧？多亏你让飞龙门的暗卫悄悄打开了宫门，避免了一场厮杀，让本王及时找到你。他们是罪有应得。先前派出去的援兵已解了龙城之困，皇兄不日便能回朝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冷静，冷静，什么关系呢？拿命冷静，冷静，冷静点！我拿什么冷静？这不跟你解释，这有什么关系？你让我干，这我给你们解释，是医院的问题，结果我一个我拿谁帮你的？把昨天都作废，现在你在我眼前，我想爱，请给我。